宿主您好，您已进入以宫斗为副本的平行世界，您此次的任务为活到剧情结束，且不被剧情同化。你刚睁开眼睛，就看到辉煌的宫殿，你穿越到了成为皇后的新婚之夜，眼前皇帝正恶狠狠地瞪着你。柳如烟，朕警告你，皇后的位置你得到了，就不要再设想朕的宠爱，朕爱的只有表妹，只有她才是朕此生唯一的爱人。呵呵，堂堂的九五之尊，竟然连迎娶心爱之人当皇后的本事都没有，还有碧莲在你面前唧唧歪歪，你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想骂死这个无能又自我感觉良好的狗皇帝。可是你一张嘴却只发出啊吧啊吧的声音，你瞬间怒了，在脑海里对着系统破口大骂：狗系统，你给我滚出来！没看到我被这狗皇帝骂了吗？凭什么不让我骂回去？系统告诉你，你现在的人设是痴恋皇帝的恋爱脑皇后，你不能崩人设，而且还要负责完成主要剧情。你怒极反笑，狗屎系统，狗屎剧情，难怪原主会中途撂挑子不干，让你这个因为加班猝死的倒霉牛马穿越过来顶缸。你这边跟系统努力争取合法权利，那边皇帝见你伸手指着他，还不停的啊吧啊吧，顿时沉了脸，不高兴的质问你在干什么。你的贴身婢女被皇帝的龙颜大怒吓到了，连忙上去帮你打圆场。小姐，啊不是皇后娘娘，是在提醒陛下应该喝交杯酒了。皇帝冷笑一声，端起酒杯走到你面前，你没心思理会他，因为刚才你和系统的谈判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你不能揍这个狗皇帝，而且还要走剧情。你心里暗暗咬牙，老娘可不是软柿子，走剧情可以，但窝囊是不可能窝囊的。就在这时，皇帝突然冷笑一声，想和朕喝交杯酒，凭你也配？话音刚落，他直接将一杯酒泼在你脸上，脸上的妆容瞬间融化，顺着脸颊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疼。你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不想娶就不娶，不想宠爱就不想宠爱吧，这么羞辱人是什么意思？你二话不说直接跳起来，夺过另一杯交杯酒，直接泼在皇帝脸上，给你脸了是不是？本宫可是皇后，六宫之主母仪天下，这天下有一半都是本宫的，你算老几？敢给我甩脸子？有本事你就废了我，把你那个什么表妹立为皇后，你以为本宫稀罕你那根烂黄瓜吗？皇帝气得脸都绿了，当场就要叫御林军进来把你打入天牢。你一脸嘲讽地看着他，装什么装？他要真有这本事，还不早早的就把他那个表妹捧到皇后位子上，跟他长相厮守了，也就是欺负你是软柿子。果然，见你如此嚣张，皇帝也只能无能狂怒，吼了半晌之后就甩门而去。你隔着门板听到他在怒吼：摆驾储秀宫！储秀宫是他的好表妹殷贵人住的宫殿。你不屑地撇了撇嘴，隔着门板阴阳怪气的大声怒吼：新婚之夜，皇上还是省嗓子吧，待会儿叫也来得及，别现在就把嗓子给喊哑了。本来嘛，皇后宫殿从卧室到门外起码隔着几十米，门板都那么厚，还能听见他在外面鬼吼鬼叫的声音。这个皇帝肯定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就是为了让你听见，想让你生气，你才不上他的当。果然，你这一番阴阳怪气，让皇帝当场破防。要不是贴身总管大太监拦着他，恐怕你今夜就要血溅皇宫。听到皇帝的仪仗，叮叮咣咣，气势汹汹的离开，你才松了一口气，把脸上的妆容卸掉，身上叮叮咣咣的一大堆首饰都取掉，摸摸肚子，扁扁的肚子给了你咕噜噜的回应。也不能怪你，你在传来之前正在拼命加班，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看着桌子上琳琅满目的美食，糖醋鲤鱼、红烧肉、八珍燕窝、脆皮烤鸭，每一样都是色香味俱全，香味直往你鼻子里扑，你心里的怨气顿时散了一小半。看在这些珍馐佳肴的份上，你就原谅系统给的这个破任务。你扑在桌子前大快朵颐，很快就将一桌的食物全都消灭了，撑得倒在椅子上，一动都不想动。现在你好像有点困了，但是你还是不能睡觉，因为脑海里涌入一大堆关于本书的剧情。你叫柳如烟，本是将军府嫡女，你爹是大梁朝的定国王，本朝唯一的异姓王爷，当年跟着先帝打江山的元老，战功赫赫，而且忠心耿耿，为大梁朝守卫边疆，几十年来让匈奴无法踏足大梁朝一步。你的大哥是战神将军，自从定国王爷年事已高，就被先皇特意下旨接回京城养老，守卫边疆的责任就交到了你大哥身上。而你的二哥是新科状元，文采出众的翩翩家公子，一向醉心文学，你们家世显赫，可以说大梁朝之所以能够安稳的发展到现在，全都靠你父兄守卫边疆，抵御匈奴。相比之下，皇帝刚刚登基，因为先皇突发疾病离世，没来得及留下遗嘱，也没有立皇太子，也没说要将皇位传给谁，导致众多皇子王爷争夺皇位。当时大梁朝一片混乱，最后是你的父亲定国王挺身而出，以雷霆之势平息了纷乱，并且因为你痴恋当时的九皇子，也就是如今的新皇，要死要活的非要嫁给他，定国王没有办法，只能将他推上皇位。谁知皇帝登上皇位以后就变了脸，不想再受控于你，转而与他青梅竹马的表妹打得火热，并且决意迎娶表妹为后，对他百般宠爱。你伤心绝望，日日垂泪，你父兄舍不得见你如此难过，便进宫质问皇帝为何出尔反尔，为何要辜负你。恰逢此时你二哥高中状元，皇帝忌惮你们一家的势力，只能矢口否认要迎娶表妹的事情。为表诚意，他先一步将表妹纳入后宫，只封了一个小小的贵人，以此来表明他不是负心薄幸的无情之人。无论是表妹还是你，他都会娶回来细心呵护，只不过表妹是一份责任，而你才是他钟情一生的皇后。然后皇帝同时迎娶你，并封为皇后。你父亲和兄长虽然觉得皇帝有些不太可靠，但无奈的是你深深的痴恋着皇帝，无论他们怎么劝都不听，此时也只能顺了你的心意，反正有他们在，绝对会护着你。如果有一天皇帝真的辜负了你，那定国王府就是你最后的依靠，他们会把你接回家，反正柳家也不是养不起你。你父兄本来只是心疼你，可是在皇帝看来，这就是功高震主，是你父兄威胁于他。皇帝完全忘记了当初为了借用定国王府的势力，他是怎么处心积虑的引诱你动情，又
就是怎么花言巧语许下诺言，若有朝一日他能登上皇位，一定十里红妆娶你为后，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现在皇帝不觉得是自己背弃诺言，他一直觉得是你苦苦相逼，抢走了他想给表妹的皇后之位，所以洞房花烛夜对你横眉冷对，想让你愧疚，并且对他产生恐惧之心，以后能够更好的拿捏你，让你能为他所用。在这本宫斗甜宠小说里，皇帝和殷贵人就是这本书的男女主。小说讲述的就是两人从小相知相恋，却因为局势复杂奸臣当道，两人不得不隐忍各种屈辱，卧薪尝胆，历尽艰辛，最后终于战胜了大反派，将其一网打尽，然后女主成为皇后，两人一生一世一双人，白头偕老的甜宠故事。当然你穿的这个身份就是原文里痴恋皇帝的恋爱脑皇后，你们一家都是所谓的奸臣，整本书里的大反派。按照原文剧情，你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宠爱，并且嫉妒殷贵人得宠，对他百般加害，做尽各种坏事，皇帝隐忍不发，卧薪尝胆，直到查出定国王府通敌叛国的罪行，皇帝当即下令将你们全家凌迟处死，包括你这个进了宫的皇后也被他亲自拖到刑场，和你的家人一起被凌迟。你看完剧情以后只感觉曹多无口，这本小说完全没有逻辑可言。如果按照男主所说，定国王一家就是所谓当道的大奸臣，连皇帝都能被他们弹压，这么只手遮天的一家人，何必还要通敌卖国？有这个必要吗？嫌弃自己权力太大了，想要分一些给外族人吗？这跟递刀子给别人剐自己有什么区别？该不会是皇帝嫉贤妒能，害怕定国王功高震主，自己命人罗织的罪名吧？你看了一下时间线，距离你们全家被凌迟处死还有7年。7年，要是动作够快，皇帝都能再换一茬了。你能受这个窝囊气吗？你正准备洗洗睡了，突然大门被人敲得哐哐响，是贴身伺候皇帝的太监总管来传话，因为你刚才冒犯皇帝的行为，皇帝惩罚你今夜跪着，不到天亮不许起来。你心头的怒火蹭蹭的一下就窜了起来。狗皇帝，你要是觉得不服，你去跟定国王全家正面硬刚啊！没胆子就老老实实的缩着，转过头来欺负你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想让你跪没门！你刚准备让人把太监总管打出去，可话还没出口，就被系统的尖叫声拦住。系统说洞房花烛夜下跪是原文中的重要剧情节点，今天晚上你必须跪，否则就要遭受惩罚。听到系统这么说，你咣当一下躺平，来呀，想怎么罚怎么罚。老娘要是认怂算我输，不就是惩罚吗？你宁可皮肉受苦，也不能被狗皇帝如此的侮辱。可系统却悠悠的给你说出规则，系统要求你苟到大结局，任务成功就可以返回原来的世界复活，并奖励100亿，任务失败则收获9族消消乐大套餐，而你自己也会被凌迟处死。你一听就乐了，有这100亿在，什么任务你完不成？你立刻起身，让宫女给你更衣，不就是下跪吗？跪一晚上其实也没什么的，你不是见钱眼开，你只是敬业。既然来做任务，那自然要完成所有的任务要求。不过跪和跪也是不一样的，反正剧情只要求你跪，却没有说要留在皇后殿里面跪，也没说要怎么跪，那还不是由着你来。你嘿嘿一笑，你保证今晚跪出水平，跪出精神，最起码跪得让狗皇帝精神起来。你穿上厚厚的锦衣，再披上厚厚的狐毛披风，再带上一个厚厚的小棉被，然后浩浩荡荡的来到储秀宫外，小被子垫在膝盖下，你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储秀宫里，皇上正在和殷贵人你侬我侬，缠缠绵绵。听到太监禀报说你在外面罚跪，皇帝和殷贵人都震惊了。皇后这是疯了吗？皇帝有些惊讶，你身份高贵，从小就最爱面子，这辈子做过唯一一件不顾脸面的事，就是痴恋皇帝。除此之外，你一向把面子看得比命还要重，他让你在新婚之夜罚跪，就已经是狠狠打了你的脸，落了你的面子。毕竟皇后宫里伺候的宫人不少，太监宫女加起来也有几百人，宫里的消息又是最为灵通的，基本上你今天放了个屁，不到第2天天亮，整个宫里的人都能知道新婚之夜皇帝不在皇后的宫殿，反而去了一个贵人那里，这本身就已经是羞辱你了。皇帝几乎可以想象得到你是如何的羞愤欲死，痛不欲生。如今皇帝不但不加以安抚，还毫不留情的斥责你，罚你在洞房里下跪，这已经不是羞辱2字可以形容的了。按照常理来说，你肯定会把所有下人都赶走，自己委委屈屈的窝在卧室罚跪，一边跪一边哭。一想到你可怜巴巴的模样，皇帝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暗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么好脸面的人，如今居然会当着这么多宫人的面跪在储秀宫外，这跟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在脚底才有什么两样？皇帝忍不住开始怀疑，是不是今天自己做的太过分了，把你刺激的疯了，才会做出如此不可理喻的事情来。而殷贵人心里却是乐得前仰后合，没想到堂堂皇后竟然跪在自己的门外，这岂不是说她比皇后还要尊贵？堂堂一国之母爱而不得的男人，如今却主动往自己这里跑，把自己捧在手心上当个宝，这种感觉就像是他踩在皇后脸上，站在了比一国之母还要高的位置上，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殷贵人一时间竟然觉得皇后之位被抢走的愤怒都淡了许多。不过为了维持自己贤良淑德善良小白花的名声，殷贵人没有把这种心思表现在脸上，他反而还忧心忡忡地劝皇上，今天好歹是皇后的大婚之夜，皇上要不还是去姐姐宫里吧，否则洞房花烛夜新娘子独守空房，新郎官却去了别的女人屋子里，皇后姐姐今后该如何自处？岂不是要成为满宫的笑柄？皇帝本来还有一些动摇，听到心上人这么说，所有心软瞬间都烟消云散。他父兄欺压朕的时候，怎么就不考虑朕的脸面？他想跪着就让他跪着，既然他不怕丢脸，那我们也不必替他操心那么多。殷贵人闻言差点笑开了花，他偷偷的指挥小宫女和太监到皇宫里四处宣传，堂堂皇后的新婚之夜，在他殷贵人的门外跪了一整夜，让满宫的女人都看清楚，谁才是这后宫里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快各宫妃嫔都派了人偷偷的来查看情况，大家都躲在暗地里对着你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冷嘲热讽。你大概数了数人数，已经有快有上百人了，热度已经拉得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表演了。你先接过贴身婢女手里的热茶，喝了2口润润嗓子，然后开始声嘶力竭的高喊，皇上，请你让我进去吧，我知道你最爱的就是殷贵人，我不该抢了他的皇后之位，我把皇后之位还给他，只希望皇上能给我一次机会。狗皇
皇帝不是想保护好他的小表妹，想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吗？那好啊，享受了宠爱的人总不能白白享受，你也不能白白受了委屈。他越不想暴露什么，你越要喊得满宫里都人尽皆知。这下所有人都哗然一片，原来皇帝真正喜欢的人是殷贵人，得赶紧回去告诉自家主子，谁才是自己的最大的敌人。皇帝顿时大惊失色，气急败坏地冲了出来：“闭嘴！你在胡说什么东西？谁说朕最心爱的人是殷贵人了？他之所以给表妹只封了一个贵人，就是为了消除后宫嫔妃对他的敌意，也是造成一种假象，让他们误以为之前自己要立表妹为后，只是为了气你这个所谓的未婚妻，以及你背后的定国王府。表妹只是一颗棋子罢了，这样大家也就不会把她当成真正的敌人。毕竟没有人会让自己的心爱之人做一个卑微的贵人，至少正常人没有这么干的。可现在这一点被你戳破了。”皇帝简直又急又气，他之前之所以敢对着你直接说出此事，就是笃定了你为了颜面也不可能告诉别人，就算你说了也没有人会相信。可是你今晚这一跪，彻底让此事的真实度瞬间飙升了好几个度。皇帝咬牙切齿地瞪着你，恨不得将你当场碎尸万段。你可不怕他？人这膝盖下有黄金，想让你跪就得付出代价。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还不快点起来！半夜三更大吼大叫，又哭又闹的，简直丢尽了皇家的脸面。听到皇帝的怒骂声，你哭得更加凄惨。皇上，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告诉殷贵人你不行的事情，我是来负荆请罪的。为了弥补我的过错，请让我进你们的寝宫吧，我可以在旁边帮忙。等皇帝你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就给你们俩端药，务必保证你们夫妻生活和谐。皇帝听到你这么说，气得脸都绿了，跳着脚指着你骂柳如烟：“你放肆！你竟敢诽谤朕！”你歪了歪头，惊讶又茫然地反问：“臣妾哪里放肆了？难道是说你不行的事情吗？皇上，你可是英明神武的一代明君，千万不能讳疾忌医啊！再说了，就算你不考虑自己，你也要为殷贵人考虑考虑啊！他不是你最心爱的人吗？如果你不行的话，他不满意了去找了别人，那伤心难过的不还是皇上你吗？”一句又一句不行，狠狠地砸在皇帝脑袋上。皇帝气得胸口剧烈起伏，说不出话来。殷贵人确实吓到了，这戏也不敢再看下去，赶紧从里面跑出来，缩在皇帝怀里，哭得梨花带雨，每一颗眼泪都在指控你。皇后娘娘若是生气皇上不去你宫里，反而来了妹妹宫里，那妹妹仍由娘娘处置，但是您不能这么侮辱皇上，这可是欺君大罪啊！你差点气笑了。欺君大罪，这是在给你扣帽子，业务挺熟练呀。这小白花以前肯定没少陷害别人。听到心爱的表妹这么说，皇帝心底的怒气更是直冲头顶，指着你破口大骂：“这对狗男女一唱一和，直接把你说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毒之人。你一个人当然说不过他们两个人了。不过你深谙吵架的精髓，重点不是说谁能辨明白是非对错，而是谁能把对方气死。玩的就是搞心态，你根本不管他们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放开嗓门高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把皇上您不行的秘密说出来，也不该说出您最心爱的人是殷贵人。但是龙体为重，请皇上让我进去帮忙吧，保证能让你们玩得开心快乐。”这一番炸裂发言简直震耳欲聋，直接硬控整个后宫3分钟，不到半个小时，皇帝不行，皇帝最心爱的人是殷贵人，这两件事儿就传得人人皆知，各宫嫔妃都恨得牙痒痒，心底彻底的将殷贵人拉上了敌人名单的榜一。当然还有一条消息也是传得各宫皆知，那就是皇后娘娘已经疯了。不过这一点你还不知道，现在你还在英勇的跟狗皇帝两口子对吼。原本半夜3更之时，整个后宫应该是万籁俱寂的时候，但现在被你闹得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至极。皇帝这辈子的脸都在今晚丢干净了，他气得咬牙切齿：“柳如烟，你简直不知廉耻，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来人，宣定国王进宫，朕倒要当面问问他，定国王府是怎么教导女儿的？怎么就教出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女人来，还敢送进宫来祸害朕？”此言一出，你笑得前仰后合，脸上的轻蔑与不屑丝毫不加掩饰。堂堂皇帝，骂不过就去找家长告状，拿岳父来压老婆，也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眼看着太监已经带着御林军去请你父亲了，你也不甘示弱，不就是告状吗？谁还不会啊？你也要去告家长？来人，摆驾慈宁宫，本宫也要去问问太后，她是怎么教导皇上的。皇上和皇后的新婚之夜，皇上竟然让本宫独守空房，跑来和一个贵人缠缠绵绵，还罚本宫下跪。本宫没文化，倒是要好好的向他请教一下，这究竟是哪里的风俗？还是说皇宫里的规矩就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你说着就起身，气势汹汹的往外走。皇帝瞬间脸色大变，连忙冲上来拉住你：“这半夜3更的，太后早就睡着了，让你这么过去，万一把老人家气到了怎么办？”可是让他向你说软话，他又说不出口，只能铁青着脸挡在你面前，气氛瞬间死一般的尴尬。宫人们都低着头，不敢说话，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可是你没兴趣跟人玩1、2、3木头人的幼稚游戏，你直接绕过皇帝，冲着慈宁宫而去。这下皇帝可是真的急了，当即就软下了声音：“皇后，你别冲动，朕也只不过是一时失言而已，你也没必要得理不饶人吧？”你一把甩开他的手，脚下的步伐丝毫没有停顿。这狗皇帝，他侮辱人还倒打一耙，真当你是好欺负的？刚才虽然垫了棉被，但你还是第一次给人下跪，这代价可是大发了，不狠狠的把他惩治一番，你可咽不下这口气。皇帝见你油盐不进去，这下可是真的慌了。皇后，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说话呀！你不说朕怎么知道？你微微停住脚步，不想让你去告状也行，但你刚刚不能白跪了，要么是皇上，要么是殷贵人，总得有一个给你跪回来，而且要千倍百倍的跪回来。你跪了1炷香的时间，那么他们就得跪1天。你欺人太甚！皇帝双眸冒火，一副恨不得抽死你的模样。你不闪不避的瞪了回去，谁怕谁？到底跪不跪？不跪的话就让开，别拦着你去找太后谈心。好狗不挡道。皇帝看出你意志坚决，他堂堂帝王肯定是不能跪的，那就只有委屈表妹了。皇帝满眼歉意的看向殷贵人，殷贵人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顿时恨得咬紧银牙。不是说今天晚上要给皇后一个下马威，要让皇后丢脸吗？现在是什么情况？怎么丢脸的变成了自己呢？皇帝表哥到底是不是真心给自己出气的？该不会两人商量好了的，联手耍自己玩吧？皇帝柔声细语的安抚殷贵人：“表妹你别怕，朕会给你准备好护膝，不会多难受。”
受的，你就当为了朕跪一天好不好？你差点喷笑出声。听听这话，表情这么温柔，说出来的话却是比寒冰还要刺骨。果然殷贵人的表情都扭曲了，好在他表情管理相当优秀，不过一瞬间就恢复过来，又变成了那副楚楚可怜的小白花模样，满脸委屈的看着皇帝。皇帝心疼的抱着他温柔劝哄，最后殷贵人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跪在了你面前，身子摇曳的连磕了3个响头，哭哭啼啼的向你道歉：“对不起，皇后娘娘，是臣妾不好，臣妾不该让皇上丢下你，反而过来陪我，臣妾应该劝皇上雨露均沾。”呵呵，当你听不出来吗？这是在显摆他才是皇帝真正心爱的人。皇帝宠幸谁都要听他的话。你冷笑一声，二话不说便反手一巴掌抽在他脸上。柳如烟，你放肆！皇帝咬牙切齿的瞪着你，紧紧的将殷贵人护在怀里。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不甘示弱的对了回去。干什么？你不知道吗？还雨露均沾，这不是嘲讽本宫善妒吗？况且劝诫皇帝，这是皇后的职责。区区一个贵人也配说这种话？他这是真把自己当皇后了。皇帝瞬间泄了气，知道殷贵人只是说错了话，却还是有些不满。表妹只是一时口误而已，你何必咄咄逼人？大不了朕今天晚上就去你宫里好了。你爱来不来，真当谁稀罕你那根烂黄瓜吗？你翻了个白眼也没有理会他，直接转身变回了自己宫里。至于殷贵人到底会不会跪整整1天，你根本不在意。他跪了，你也没什么好处，毕竟原文中你会落得那样下场。殷贵人只是次要作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皇帝。若他不跪，那正好，明天你又有理由收拾他们了。你刚回宫躺下，皇帝便踹门而入，黑着脸瞪你，让你起来服侍他洗漱。你拽起被子蒙住头，他有手有脚的，又不是残疾了，想睡觉不会自己洗脸洗手吗？还要人伺候，给他脸了。再说今天晚上都闹崩了，你凭什么受这委屈？皇帝独自站在床边，生气了1刻钟，最后才气哼哼的去找宫女服侍他洗漱。果然就像你了解的那样，皇帝就是个外力内忍的怂货，要不然在原文里他也不会隐忍了7年，也不敢正面跟你全家硬刚，而是暗搓搓的使阴谋诡计，断了你大哥的军饷和粮草，危机关头也不给他派援兵，害得你大哥饿着肚子拼死守城，最后惨死沙场。噩耗传来后，皇帝又偷偷安排人污蔑你大哥通敌卖国，将你全家下狱。这出其不意的一招背刺，才让他成功扳倒了定国王府。皇帝洗漱完换了寝衣回来后，直接掀开被子就往床上钻。皇帝突然钻进被窝里，你瞬间一个机灵从迷糊中醒来，翻身一脚将他踹了下去。皇帝先是惨叫一声，然后又是怒不可遏的吼叫。你一脚踢出去后才反应过来，你现在是皇后了，事情也是你的义务。可是跟整个后宫的女人抢一个男人，这种事你做不出来，你实在是受不了这种委屈。反正系统也没有强行要求你必须侍寝，你不走心的向皇帝表示歉意。你说你来癸水了不能侍寝，要是皇帝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话，那你也可以好心的把这个机会让给别的妃嫔。你愿意让整个后宫雨露均沾？伴随着皇帝的怒吼声，皇帝今天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没抽对，刚才明明还一副贞洁烈女，要给心爱的表妹守贞洁的样子，现在你们都吵翻了，他有死皮赖脸的跟回来，要死要活的跟你洞房花烛夜，你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种脑子有毛病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是很正常的。你不打算为难自己，只是想着要如何不着痕迹的打晕他，因为你困了。这样吵吵闹闹的超雄在旁边闹腾，你根本睡不着。就在你要举起拳头的时候，同时响起的是系统的叮咚声，系统发布任务：洞房花烛夜，皇上必须在皇后宫里就寝，而且必须一整晚都要被翻红浪。这下你是真的生气了。狗系统，你说清楚，你这是要逼良为娼吗？你是正经系统吗？你们的投诉渠道在哪里？我要投诉你，还被翻红浪，还一整晚。先不说你愿不愿意被逼良为娼，就说皇帝那个唧唧歪歪的怂样，他有那个能力吗？系统第一次被人这么辱骂，顿时卡壳了足足3秒，才义愤填膺的出示了自己的说明书，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正规出场的合法系统，绝对不会做逼良为娼这样违法并且违背公序良俗的事。你的火气瞬间一消而散。行吧，确定是正规系统就行了。有人管的系统和没人管的野生系统可不一样。根据你多年看文的经验来说，后者可是为了达成目的毫无下限的，前者至少有一定的约束，不会让任务者干太脱离正常人范围的事情的。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不就是让皇帝在皇后宫里睡一晚上吗？小事情。你立刻麻溜的起身，恭敬的邀请皇帝上床睡觉。皇帝刚刚喷到嘴边的怒火瞬间被你噎了回去，站在那儿呼哧呼哧喘了半天气，在快要气死之前终于冷静了下来，气势汹汹地爬上床。你亲自走到桌边熄灭烛火，然后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你要干什么去？还不上床睡觉？皇帝不耐烦的声音从床上传来。你好脾气地解释道：你要去熬一碗安神汤，让皇帝能够睡得更好一点。皇帝果然没有再说什么，你蹑手蹑脚地出了门，径自来到厨房，让人熬了满满一大碗壮阳的汤药。因为今晚皇帝的不请自来，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介于他刚才对你说话的语气以及风雨欲来的辣眼睛脸色，你决定以德报怨，狠狠地往他的汤药里加了5倍的药量，好好的帮他去一去火气。你同时派人去4大妃子宫里，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皇帝要雨露均沾，请他们前来侍寝。你让人将汤药给皇帝送去，看着他全部喝下，然后亲自在宫门口等着。很快贤妃、淑妃、端妃、德妃全都满脸喜色的来了，只是看到彼此的一瞬间，世人脸上志得意满的微笑瞬间变成了惊愕警惕。你立刻笑眯眯的迎了上去，面对众人的疑问，你好脾气的解释：本宫贵为皇后，理当和睦6宫，今夜是本宫的洞房花烛夜，自然也不能忘了你们，毕竟雨露均沾才是王道，所以今夜大家可以轮流侍寝。当然如果你们愿意
一起的话，本宫也不介意。话音刚落，四个人瞬间风中凌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离谱的事情。皇后和皇帝的新婚之夜，竟然让四个妃子和他们一起洞房花烛夜，简直离了个大谱。但是皇帝所有的爱意都给了殷贵人，为了表明心意，他平日里几乎不去其他废品宫里。贤妃、淑妃、端妃、德妃四个人本身就爱慕皇帝，加上背后还肩负着整个家族的使命，自然是希望能够尽早生下皇子的。皇帝不去他们宫里，他们心里面又伤心又着急，只是无可奈何罢了。现在你给了他们这个机会，他们自然不会放过。四人只是稍稍犹豫了一瞬，便果断下了决定，轮流进去。至于谁能成功侍寝，就看各自的实力了。你满意的点点头。听到卧室里传来皇帝的不耐烦的吼声，知道药效起作用了，当即给四个人排好顺序，让他们排着队进去，还好心的替他们把门关上，让伺候的人都去侧殿休息。今天可是个大好的日子，皇帝要大展雄风了，谁也别留在殿外打扰皇帝表演，不然耽误了四位妃子的好事，那脑袋能不能继续待在脖子上，那可就不一定了。很快寝宫里就热闹起来了，真的是被翻红了，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停歇过。你找了一个离寝殿最远的房间，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睡了一觉，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刚睁开眼睛就看到宫女们都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你问了一圈才知道，原来早上皇帝醒来，发现自己昨晚上辛苦劳作了一夜，而且侍寝的足足有4个人，其中却不包括你这个正儿八经的新娘子。皇帝大发雷霆，扬言要把你休了。只是昨晚你自己独自躲在这个偏远的房间里面，你一个宫女太监都没带，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皇帝找了半天没找到你，只能气哼哼的去上朝了。你想象一下皇帝气急败坏的模样，就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至于什么休妻，你根本不在意，想要休皇后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她这么能耐，怎么不上天呢？经过昨晚的事，你心情大好，慢悠悠的起身洗漱完，然后享受了丰厚的早餐，又收到了4大妃子给你送来的谢礼，足足4个小箱子的金银珠宝。你上辈子辛苦工作10年，加起来赚到的钱都没有人家手指里露出来的一个零头多。这么多金银珠宝，如果完成任务后能带回现代就好了。你咨询了一下系统，系统说可以带回去，但前提是你任务完成度必须满分。还有这种好事儿，你本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没想到天降馅饼啊！你拍着胸口保证绝对会好好完成任务，一丝一毫都不会出错。话音刚落，太后就派人来传旨催你去敬茶。你这才猛然想起来，今天是新婚第一天，按照规矩你得率个宫妃嫔去拜见太后，并给太后敬茶。这还只是第一道敬茶，等皇帝下了早朝，你还得去请皇帝、帝后一起再去敬一次茶。你昨晚睡得太晚，今天起来又太迟，早就错过了请安敬茶的时间。太后那边估计快要炸开锅了。果然，等你赶到慈宁宫时，各宫嫔妃早已等候多时了。太后气得脸色发绿，你上前行礼问安，可太后看都不看你一眼，径自跟其他妃嫔聊天。你现在还保持着行礼的姿势，屈膝半蹲着，这个姿势比下跪还要折磨人。很明显，太后就是故意要惩罚你，让你在后宫嫔妃面前丢脸。好家伙，新婚之夜皇帝丈夫给你一个下马威，新婚第一天请安敬茶，恶婆婆就又给你来了个下马威。你到底是皇后啊，还是放马的？怎么，这是认定了你会吃了这个哑巴亏，不敢闹腾是吗？那你就偏要让他们看看什么叫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变态。你立刻站直了身体，太后瞬间柳眉倒竖，指着你正要怒斥出声，可是你比她动作更快，你直接冲上去，一巴掌甩在太后脸上，霎时间整个慈宁宫死一般的寂静。你这一巴掌抽过去，整个慈宁宫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瞪圆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你，仿佛见了鬼一样。足足半晌之后，慈宁宫的宫人才反应过来，皇后娘娘，你这是干什么？满宫的嬷嬷宫女都向你冲过来，看那咬牙切齿的架势，一旦你被他们抓住了，铁定没有好下场。你也不含糊，不等他们碰到你，你就抢先一步暴喝一声，冲上去揪住太后的衣领，反手又是2个大耳刮子。你一边抽一边怒吼，不管你是谁，给我从母后身上下来，不许你伤害母后。你越吼越大声，手上抽的力气也越来越大。没一会儿，太后的脸就被你抽的像猪头一样又红又肿。太后哪里受过这种委屈，一时间竟然反应不能，傻愣愣的任由你抓着。众人也全都吓傻了，呆愣着回不过神来，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没睡醒，要不然怎么会看见皇后暴打太后这样离谱的一幕。还是殷贵人反应最快，立刻跳出来指着你怒骂，皇后娘娘，你疯了吗？太后可是皇上的母后，是你的婆婆，你竟敢打太后娘娘，你这是大逆不道！你冷冷的瞥一眼她，直直的指着你的手指，冷笑一声，直接攥住这根碍眼的手指，用力一掰，只听咔嚓一声，手指违反常理的向后翻折过去。殷贵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瞬间就瘫软在地，尖叫声、哭喊声震天响。这时大家才回过神来，纷纷喊侍卫进来把你拿下。太后更是拍着桌子怒吼，快把他抓住，打入天牢，让人给我狠狠的审。定国王府是不是想要谋逆造反？御林军呼啦啦一下子从外面全都冲了进来，直接将你团团围住。可是你丝毫不惧，一把搂住太后的脖子，哐哐2拳砸上去，直接砸掉太后3颗牙。对于别人的威胁你丝毫不怕，你既然敢打，那自然是已经想好了对策。你一边抽太后耳刮子，一边义正言辞的大吼，母后别怕，儿臣来救你。说你到底是哪里来的孤魂野鬼，赶紧给我从母后身上下来，不然我跟你同归于尽。太后捂着脸，一边噗噗的往出吐血，一边大声呼救。可是御林军投鼠忌器，害怕你真的伤到太后而不敢上前，只敢拿着长刀比比划划，大声警告你放了太后，却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你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吼你吼得越厉害，骂得越凶，你揍太后的力道也就越大。见此
此情形，大家都不敢再对你口出恶言，只能偷偷派人去通知皇上，你抽太后大耳瓜子的事传到前朝。很快皇帝就急匆匆赶来，看到这混乱的场面，脸刷的一下就黑了下来。柳如烟，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想造反是不是？快把母后放了！好家伙，这狗皇帝还敢吼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不要面子的吗？你不能当众直接打皇帝，那就打皇帝的母亲，反正子不教父母都有过，打谁不是打呢？效果都是一样的。你当下也不客气，捏紧拳头，哐哐又是2拳砸在太后鼻子上，太后瞬间鼻血长流，再也顾不得什么脸面，直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下你心里平衡了。果然，一个人受到的委屈和屈辱，只能用罪魁祸首的血泪才能洗刷干净。一向爱面子重规矩的太后，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嚎啕大哭，皇帝也被吓到了，不敢再乱叫唤，只能憋着气问你到底怎么回事。身为皇后怎么能对太后动手？这可是欺君大罪，要诛9族的。此时皇帝上早朝正上到一半，听到消息就急匆匆赶来了，所以有一半的朝臣们都跟了过来。见此情形，皇帝的心腹立刻抓住机会跳出来弹劾你爹定国王爷。定国王教女无方，殴打太后欺君罔上，按律当斩。定国王一脸复杂的看了你一眼，虽然不知道自己女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勇武了，但还是第一时间选择站在你这边。事情还没搞清楚，凭什么把屎盆子扣在我女儿头上？未知全貌不予置评，不知道吗？要是全天下的官员都像你们这样武断的话，江山社稷岂不是都要被你们败光了？这含沙射影的一句话，让皇帝脸色难看起来，那脸拉得比驴还长，都快要砸地上了。你差点忍不住笑出声。不得不说，你父亲的确是有几分眼光的。原文中，你大哥被皇帝所害，战死沙场之后，匈奴破城而下，连下5城。后来皇帝怂了，只能和匈奴和谈割地赔款，还亲手把你们全家的头颅送去给匈奴，以消其怨恨。虽然没有彻底被灭国，但那是因为这只是一本言情小说，故事写到这里，男女主的爱情就圆满了，小说也大结局了。但是生活还在继续，大梁朝的未来还没有定。但是你可以想象，以皇帝这么卑劣阴狠而又懦弱无能的性格，大梁朝败在他手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为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怂货。果然，皇帝见你父亲发怒，立刻就老实了，憋着气问你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打太后？太后的心腹嬷嬷哭天喊地的抢先一步告你的黑状。今天是帝后大婚后的第一天，按照规矩，今日辰时，皇后应该率满宫嫔妃前来拜见太后并奉茶。可是皇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睡到了日上3竿才起来，来迟了不说，还突然发疯殴打太后，这分明是没有把皇家放在眼里，是这样吗？皇帝阴恻恻地质问你。是的，没错，我的确是动手了。你老老实实的点头承认。现场瞬间尴尬了，皇帝也僵在原地，看起来还颇有些手足无措。你心中暗笑，给脸不要脸，明知道定国王府势力大，还偏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你。他不是嘴上总说定国王府仗着权大势大欺压他吗？既然如此，不是应该避让锋芒才对吗？可是狗皇帝仗着你喜欢他，总是踩着你给定国王府难堪。现在你点头承认了，对，你就是打太后了。你倒是要看一看他怎么圆回去，还是说要当场和定国王府翻脸？霎时间空气死一般的寂静，现场简直尴尬到爆。皇帝恨不得原地挖个坑埋进去，最后还是定国王害怕皇帝会迁怒于你，让你伤心难过，主动站出来打了个圆场，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将刚才太后如何刁难你的过程原本的说了一遍，你痛心疾首。众所周知，太后娘娘一向善良仁慈，怎么可能会在帝后新婚的第一天就对自己的儿媳妇喊出打入大牢严刑审问这种话？所以太后娘娘肯定是被孤魂野鬼附身了。太后是皇上的亲生母亲，那也就是本宫的母后，本宫自然要救母后。听你这么说，定国王神情冰冷，你们全家将当初的9皇子推上皇位，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好好对待自家女儿。结果这才成婚第一天，太后这个做婆婆的就这么欺负你，可以预见你今后在皇宫里过的会是什么样的苦日子。皇上现在惹不起定国王，听到你当众说出这种话，急得脸都白了。这肯定是个误会，肯定是你们这些刁奴乱传母后的旨意。如烟，你放心，朕一定会为你出了这口恶气的。来人，把这群刁奴拖出去，打入慎刑司严加审问，到底是谁派他们挑拨太后和皇后的关系？太后殿里的工人没想到皇帝会这么倒打一耙，全都跪倒在地直呼冤枉。可皇帝丝毫都没有心软，直接让人堵了嘴拖走。太后也是个人精，自然看出来情形不对，捂着猪头一样的脸，口齿不清的和你解释这一切都是误会。他一开口就吐出一颗牙，现场别提多滑稽了。这下你是真的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太后羞愤欲死，腿一挺就晕了过去。霎时间，整慈宁宫陷入一片混乱。皇帝大声的喊着御医快去传御医。太后这招也算是高明，想要用昏迷这一招来反制你，让皇帝有正大光明的理由来处罚你。可是你不等皇帝开口，便抢先一步哭着跑出去。不好了，太后被孤魂野鬼附身了，已经昏迷不醒了。太医呢？太医快来救命啊！等你跑出慈宁宫的视线，便瞬间恢复了平静。反正慈宁宫那么多人呢，太医肯定会自己去的，不差你一个人喊。你悠哉悠哉的向自己的宫殿走去，中途路过御花园时，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你瞬间心头一凛，意识到有人想要害你。毕竟这都是小说影视剧的经典剧情了，你下意识的往旁边躲闪。可就在这时，系统跳了出来，发布新任务：皇后落水感染风寒，病情加重，于是跪求皇帝赐下100年人参。这什么狗屎剧情？你一边在心里骂骂咧咧，一边主动跳进了荷花池。既然一定要落水，那你当然要选择自己跳下去，还能选择落水点和落水姿势，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伤。果然，因为你出其不意，身后的人反应不及，来不及逃走，你趁机一把抓住对方，抱着他一起跳进了池子里，而且你还很心机的用对方垫底，等掉进水里你才看清楚，推你的人
人正是殷贵人，殷贵人不会游泳，下意识死死地缠住你，你也不客气，手脚并用对他又打又踹，身娇体软的殷贵人哪里是你的对手，死死抱着你的那2条胳膊差点被你打断，你一脚把他踹飞半米远，然后踩着他扶了上去，可刚露出水面，你就看到了狗皇帝。皇帝看到你的瞬间竟然一脸震惊，仿佛没有想到从水里出来的人会是你，你瞬间便明白过来了，感情害你这事儿是这对狗男女商量好的，你也真是服气了，一个皇帝一个贵人，害人还要亲自动手，这狗皇帝疑心病也太重了，竟然不相信身边任何人。不过这一点从原文里他是如何迫害忠心耿耿的定国王府就能看得出来。这是远处传来宫人和朝臣们的呼喊声，皇帝顿时脸色一喜，张口就要大喊，你一看他撅屁股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肯定是想诬赖你谋害殷贵人，趁机狠狠惩罚你。你果断伸手一把拽住皇帝扯进水里，然后大喊，皇上不要怕，臣妾来救你了。你一边喊一边用力把皇帝往水里按，看到宫人和朝臣们都靠近了，能清清楚楚的看到你舍身救驾的英姿的时候，你才拖着皇帝往岸上爬，一边爬一边喊，救命啊，皇上被人推进池子里了。众人吓了一跳，立刻凑过来把你们2个拉了上去。此时皇帝喝了好几口污泥水，被拉上来后呛得直咳嗽，根本说不出整句的话，只是焦急地指着水里喊着快救人。在太医院的竭力救治下，不过2天皇帝就清醒过来，得知殷贵人的事情，皇帝立刻派人澄清谣言，这一切都是个误会，殷贵人是为了救他才跳进荷花池的，真正的刺客早就跑了。皇帝不是不想告诉别人是你把他拽进水里的，只是你痴恋皇帝的事情人尽皆知，就算他说出去可能也没人会信，况且皇帝忌惮定国王府的势力，也不敢彻底得罪你，但是恶心你还是可以的。殷贵人回来的第2天就派人去内务府抢走了一株百年人参，可是按照规定这只百年人参应该是分配给你的，贴身婢女领份例回来的时候都要气哭了，手里只捧着可怜巴巴的2根参须。内务府的人说殷贵人风寒病重，需要百年人参调养身体，不过殷贵人善良大方，特意留下2个参须献给皇后，你气得直接一个猛子跳了起来。上次他把你推下水的事情你还没去找他算账，他倒是蹬鼻子上脸，赶来抢你的东西了，你直接提着剑冲进储秀宫，太监宫女们都吓了一跳，纷纷围上来阻拦。殷贵人风寒病重，太医说要好好休养，谁都不能进去打扰。你冷笑一声，直接一剑劈了过去。你可是母仪天下的皇后，是这6宫之主，整个后宫都是你的地盘，你有哪里不能去的？谁敢阻拦你，你就直接拿剑砍。宫女太监吓得纷纷躲闪，再也没有人敢过来找死你。你一脚踹开寝宫大门，怒吼一声，贱人，把百年人参还给本宫，本宫的东西你也敢抢，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吃人参的命。你进去以后才看到殷贵人正坐在皇帝怀里，嗲声嗲气的撒娇，看到你气势汹汹的冲进来，殷贵人害怕的嘤咛一声，紧紧的抱着皇帝的脖子，委委屈屈的哭喊着，皇后娘娘饶命啊，妹妹不知道那人参是姐姐你的，早知道的话，妹妹就是病死了也不敢抢姐姐的东西啊。皇帝见状勃然大怒，皇后御前失仪，疯疯癫癫不成体统，来人把他抓回去，禁足，没有朕的旨意不许放他出来，这分明是公报私仇。狗皇帝竟然踩着你的脸给殷贵人抬高身份，那好啊，他下你的面子，那你就爆炒他的心肝肉。你直接拽住殷贵人的头发将他拖了下来，反手抽了他2个耳刮子，不是说病重的快不行了，需要百年人参吊命吗？本宫看你活蹦乱跳，还有心思陷害别人，哪里用得着百年人参？分明就是想抢本宫的东西，赶紧给我交出来！殷贵人恨得咬牙切齿，却知道打不过你，只会一个劲的哭哭唧唧的喊救命。皇帝气得直接命令御林军把你拉开，你也不管谁靠近，只要有人碰你一下，你就酷酷抽殷贵人耳刮子。见此情形，众人投鼠忌器，也不敢再碰你了。皇帝气得直跳脚，废后，朕要休了你，你这个泼妇不配当朕的皇后。呵呵，休就休，就算要休妻也得先把人参还回来。烂黄瓜可以不要，但是人参这么值钱的东西必须得要，不就是嫌你占了皇后的位置吗？你直接还给他，不但要还，还要大张旗鼓的还。你拖着殷贵人就往外走，径自朝着宫门而去，谁敢拦路你直接提剑就砍，很快就杀出一条血路了，没有人敢拦你。你一边走一边大声喧哗，皇帝要废后了，皇帝要休了皇后，给殷贵人腾位子。这种八卦消息传的是最快的，更何况宫里有不少人是前朝文武百官的眼线，消息更是传得沸沸扬扬。皇帝吓得腿都软了，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赶紧扑过来拉住你，结果因为跑得太快，一不小心直接扑跪在你面前。你愣了一下，这是在跪求原谅吗？趁着你停顿的瞬间，皇帝也等不及站起来，就直接抱住你。朕没有想废后，朕刚才说的是气话，皇后你不要生气。呵呵，刚才不是很威风吗？现在知道害怕了，这种只会窝里横的怂货，你是最看不起的了。说出来的话想要吞回去，倒也不是不行，只不过也没那么容易。你提剑抵在殷贵人脖子上，示意皇帝放手，不然你这一剑下去，殷贵人铁定会毁容。皇帝吓了一跳，下意识的松开手，你继续拖着殷贵人往前面走，很快就到了大臣们办公的前朝。皇帝要休了皇后的事情也传到了这边，文武百官紧张的汇聚而来，纷纷劝皇帝三思。他们倒不是说多支持定国王府，只是他们的女儿在后宫争斗不休，不分胜负，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若是一定要有人站住这个后位的话，那么他们宁可选你，也不能便宜了殷贵人。因为皇帝明显不喜欢你，甚至很仇恨你，只要他们的女儿有实力打败其他人登上后位，那么就100%的有把握把你踹下去。你傲骨铮铮坚持要合理，大臣们劝的都快急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皇上都给您跪下了，皇后你还想要怎么样？虽然是他们是在帮着自己说话，但是皇帝还是气得差点吐血，感觉这辈子的脸都在今天丢干净了。到底想怎么样？你直接说吧，不要再胡闹了行不行？你也不客气，直接点名殷贵人，把我的百年人参还来。众人瞬间无语了，闹了这么大阵仗，连废后和离都说出来了，搞了半天就是为了一颗百年人参，想要人参早说呀，他们可都是1、2品的朝廷大员。
元，别的不说，人参还是能拿得出来的。你闻言眼睛一亮，还有这种好事儿？人参这种好东西当然是多多益善了。既然这样，那大家就拿出来吧，只要好处够多，和离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考虑。大臣们瞬间一口气噎住，看着你的目光冰冷似剑刃，你可不想成为众矢之的。赶紧转头把皇帝扶起来，拍拍他身上的灰尘，笑得一脸的温柔和煦。皇帝有些受宠若惊，但好不容易峰回路转，他也十分配合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温柔。可是看在大臣们眼里，这分明就是你们俩狼狈为奸骗他们的好东西。见你收起了剑，殷贵人立刻觉得自己又行了，哭哭啼啼地为皇帝喊冤：皇后娘娘，人参是可以救命的东西，你把大家的人参都要走了，你一个人又吃不了，万一别人遇上危险，需要人参救命的时候该怎么办？你好笑地瞥他一眼，哭谁还不会？不就是装绿茶吗？不是你吹牛，你也是个中高手。你立刻往地上一坐，哭得梨花带雨，委屈兮兮的。本宫要这人参哪里是为了自己，我就是病死了也无所谓。可是皇上龙体为重，这些人参是为了给皇上调理身体用的。殷贵人指责你说谎，皇上根本就没有生病之前，落水得的风寒早就好了。太医可以作证，太医院手也站出来证明皇上的确是已经好了。你差点忍不住笑出来。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给你们留点脸你们不要是吧？那你可就不客气了。你哭得更加委屈了，这要不是给皇上治风寒的，是给皇上治不孕不育的。本来为了皇上的脸面着想，我是不想说的，可是殷贵人你非要我说，这下好了吧？皇上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果然听到你这么说，皇帝气得脸都憋紫了，指着你的手指都在颤抖。大臣们却是一片哗然，皇帝竟然没有生育能力，真的假的？这可是关乎江山社稷安危的事情。可是你言之凿凿，不像是空穴来风。你是皇后，和皇帝夫妻一体，没有理由陷害他呀。你见大家不信，索性主动提出要让他们在后宫的女儿亲自试验。你刷刷刷几笔就排好了一个事情值班表。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嘛，不管皇帝是不是真的不行，至少他们的女儿多了侍寝的机会，这总是好事。说不定运气好怀上了呢。被人这么明晃晃的讨论育种问题，皇帝羞愤欲死，可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之后的日子里，你像是管家一样，每天指挥着妃嫔去侍寝，为了能够多几次机会，妃嫔们都愿意出大价钱贿赂你，你来者不拒，很快就靠着皇帝赚了几座金山银山。地有那么多，而牛却只有一头，可想而知皇帝有多累。连着半个月后，皇帝看到女人就双腿颤抖，哭着喊着要去批奏折处理政务。但是大臣们现在只关心他到底能不能生育子嗣，定国王更是主动站出来，把政务都整理得条条顺顺的。皇帝处理政务的速度不得不变快，平日里要忙一天的事情，现在半天就忙完了，剩余时间都是属于嫔妃们的。而你则是趁着前朝后宫联系紧密的这段时间，将你在宫里搜刮到的财物全都偷渡了出去，靠着皇帝你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定国王府的军费也自然越来越多。半年之后，在皇帝又一次冲你发疯的时候，你突然听到系统提示：任务完成，剧情完成率100%，奖励现金100亿，宿主可以在1年内选择是否返回现代。那还用说吗？当然要回去。等你大嫂成功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消息传来时，你果断命安慰扭断皇帝的脖子，将尸体扔到殷贵人的寝宫。很快，殷贵人再次刺杀皇帝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皇帝薨逝。而你作为皇后，果断拿出了皇帝的遗旨。皇帝担心自己像先皇一样走得太突然，大梁朝群龙无首，引发混乱，所以提前留下遗旨。若皇帝突然离世且没有留下子嗣，便将皇位传位于定国王府世子。文武百官自然有人不服，但是在定国王府的80万大军面前，没有人自找死路。1个月后，你大哥定国王府世子正式登基为帝，你父亲定国王爷被封为太上皇，你被立为长公主。殷贵人已经为狗皇帝殉葬，能威胁到你们全家的男女主都挂了，你也放心了。于是，在局势稳定后，便带着100亿回到现代，开始了纸醉金迷的幸福生活。